为啥不许？这是楚风兄弟的住处，你说的不算哦，妹子。仙海少宇笑眯眯的道。龙成宇不敢言语，但却点头表示赞同。我说的就算。小鱼儿双手掐腰，看似傲慢，但却不讨人厌，反而十分俏皮可爱。旋即更是嫣然一笑，眯着2道月牙形的眼睛看向楚风。大哥哥，我说的算不算？算，当然了。楚风话到此处，还装腔作势的看向众人。我这里，小鱼儿说的算。好耶，我也支持小鱼儿。仙喵喵也是笑道。且说话间看向龙木兮，那木兮姑娘，你也一起留下吧。龙木兮有些犹豫，但还是微微点头。太好了，木兮姐姐也来，热闹起来了。小鱼儿开心的跳了起来，那是真的开心，我也想热闹。不公平啊！龙成宇心中默念，但却只敢默念，莫名的有些怕小鱼儿。楚风兄弟，小僧真是羡慕你啊，若不是小僧还有事处理，真的很想一起留下。话到此处，他还看向小鱼儿。其实小僧精通变化之法，所以小僧也可以是女人的。众人无语，这和尚确实不正经。旋即刘阔又意味深长的说道，对了，诸位施主，每晚你们住处的修炼之地都会开启，但每个住处只能1人，不可多人。当然小僧说的是修炼，所以你们白天可以在这里，但晚上还是建议回去各自修炼，因为修炼之地的修炼效果因人而异。你们个个天赋不凡，若是浪费，可实在可惜，毕竟9天之巅可不是随时都能来的地方。刘阔此话嘱咐完后，便打算离开。9天之巅的比试何时开始啊？风铃问。说实话，小僧也不知晓，一切都是9天之巅的安排。按理来说，你们人已到齐，考核也已结束，就该开始了才对，应该快了。刘阔说完便离开了。刘阔走后，楚风等人又闲聊起来，但大家也都听出刘阔话里有话，所以也开始重视那修炼之地。于是当夜幕降临，便也各自返回各自住处。我说麒麟，你看到了吗？大家的修为都这么强，我属实不够看啊，你啥时候能炼化完，也帮我提升修为？楚风对吞天麒麟问道。可谁曾想吞天麒麟没有回答。其实这2日，这已经不是楚风第一次追问吞天麒麟了，但吞天麒麟一直没回答。他本来话挺多的，但最近就像死了一样。我朋友都走了，你还装死？楚风问，可依旧没有回答。莫非真的是在专心炼化，无法说话？楚风想到这个可能后，倒也不再追问吞天麒麟，而是来到了修炼之地。修炼之地其实很小，就在各自的居住之所，那就是一个池子，大小与浴池差不多，但区别在于这里面没有水，遍布符咒纹路。眼下这池内阵法已经运转，无数颜色各异的符咒纹路宛如被赋予生命的萤火虫，于池内飘荡。楚风直接踏入其中，这种感觉楚风很快感受到了端倪。这修炼之地分为3层，第1层就是利用阵法力量修炼，这个修炼效果也是极好，但短时间内想要突破很不现实。第2层深层领悟，领悟足够可以打符咒纹路排序，重新排序所获得的力量会更强。至于第3层，那是一种屏障，想要打破极难，哪怕楚风的悟性恐怕也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很快楚风便突破第1层，领悟了第2层。现在楚风可以重新排列，有多种排列方式，武者修炼有多种，结界修炼也有多种，甚至可以帮助界灵修炼。根据楚风推测，他这阵法内的符咒纹路情况，若重新排列，效果最好的乃是界灵修炼。奎廷前辈，我现在将阵法力量引入界灵空间内，你独享此力量，看能否助你突破到真神境。利用修炼之地，楚风自己也可以修炼，甚至有可能突破，但现在他的修为太弱，就算能增进，在这天才凌厉的9天之巅，也难以站稳脚跟。可若先帮助修罗王提升修为，帮他踏入真神境的话，那这个底牌基本可以傲视群雄。毕竟根据楚风观察，再强的小辈距离真神境也有一定距离，就算他们能凭借各自手段提升修为，可只要原本修为是半神境，便无法打破真神境的屏障。哪怕有人是9品半神，且能提升3品战力，但也只是面对半神有优势，面对真神依旧只能挨打。大人，属下准备好了。修罗王也明白楚风的打算，于是直接回应。毕竟他炼化了楚风之前给他的本源后，如今他距离真神真的只是1线之隔，很是接近了。随后楚风便重新排列阵法力量，使得阵法力量化作为界灵修炼的强大阵法，再将这阵法力量引入界灵空间之内，只供修罗王1人修炼。而一切比楚风预想的还要顺利。这样修炼整整1夜，在天将亮时，修罗王便成功突破，从9品半神突破到了真神境。楚风大人，属下突破了。突破之后，修罗王也非常激动。其实本来他距离真神境还有一些距离，之前楚风也给了他大量本源，只是炼化之后却也未能突破。虽然只剩1线之隔，但若没有这阵法助力，他恐怕短时间也难以突破。说起来，能够踏入真神境，基本都是楚风的功劳，前辈不必道谢。你能踏入真神，最受益的其实是我。楚风也非常高兴，修罗王踏入真神境，楚风足以傲视群雄，毕竟界灵强弱本身就是界灵师的本事，有了修罗王在，楚风面对任何小辈都是不惧。而就在此时，天空一亮，阵法也随之关闭。可很快，楚风察觉到了有人在自己门外，而此人乃是王强。于是楚风赶忙跑到门外，将王强接了进来。他太想知道关于王强的事情了。而王强在见到楚风，则是一脸惭愧：“兄弟，真是抱歉，我其实已听闻你的事了，奈何我无法抽身帮你。”王强道：“兄弟，千万别这样说，要说抱歉的应该是我。”楚风也是一脸惭愧，旋即将自己遇到赵红以及赵红被神秘人抓走的事情都告知了王强。毕竟在百炼凡界的时候，王强与赵红结缘，3人本来是一同从凡界进入上界的，只是奈何进入上界的过程却分开了。上一次在虚空神树内与王强相遇，楚风能感觉到王强很挂念赵红，而后面楚风遇到赵红，不仅未能将赵红保护好，反而让赵红被神秘人抓走，竟然还有这种事。不过兄弟，这
这也怪不得你，还是那句话，我娘子吉人自有妖香，我相信她会没事的。王强说道，我也希望赵红不会有事，你们夫妻俩都是福大命大之人。对了兄弟，我的事你听说了，但你的事我还不知道，快与我说说关于你的事吧。楚风也很好奇王强是怎么加入神体天府的，当然最想知道嗜血魔尊的事，可楚风现在不知道嗜血魔尊是否还在王强体内，他也不好直接问。嗨，我没啥经历，嗜血魔尊你是知道的，当时你还提醒我让我提防他，真被你说中了。那老东西没安好心，见我身材好，他看上我了，想占据我的身体。好在我也不是吃素的，虽然过程艰难，但在我实力劣势、智商优势的情况下，与张岩峰他们兄妹3人联手，那老东西还是被我们弄死了。根据王强讲述，楚风知道是血魔尊带着王强与张岩峰、张博业、张诗睿等人前往了神体天河，原本是计划对王强下手，但被王强他们识破其阴谋，于是虽联手灭掉了嗜血魔尊，可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身负重伤，陷入长时间的昏迷，后面还是被神体天府的人救了。而神体天府发现他们3人天赋不错，尤其是王强的天赐神体极为特别，便将他们3人强行收入麾下。虽说神体天府待他们不错，但却也对他们要求严格，限制着他们自由。若不是此次9天之巅王强被邀请，他也没机会溜出来。兄弟，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我现在修炼方式特殊，一段时间内就要进行修炼，我先回去了，回头再来找你。讲述完后，王强便打算离开，他要修炼，楚风自然不好阻拦，虽然还有很多话想与王强说，但还是送王强离开。可是王强刚走，一道声音自楚风耳边响起，楚风，我还能感觉到是血魔尊的气息，这声音乃是魔尊灵式，是血魔尊打造且传授给楚风的秘籍。这魔尊灵式一直不肯为楚风所用，直到楚风使用手之梦魇强行对他出手后，他才说出实话，原来魔尊灵式根本无法为楚风所用，他的身上被是血魔尊布下了禁制，一切都是血魔尊搞的鬼，是血魔尊故意将魔尊灵式放在楚风体内，就是为了锁定楚风的位置。魔尊灵式与是血魔尊是有一定联系的，之前魔尊灵式也说过，若是与是血魔尊有一定距离，是能感应到是血魔尊的存在的。你感觉到他了？是在王强体内吗？楚风问。对，就是在王强体内，不过你先别声张，是血魔尊很狡诈，我怕另有隐情。楚风，千万别小瞧是血魔尊，他极其狡猾，绝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魔尊灵士说道，他很谨慎，能感觉到他很害怕是血魔尊。我知道了。对此楚风表示赞同，他也知道是血魔尊不简单，无论是血魔尊对魔尊灵士布下的禁制，还是血魔尊封印的邪神剑，楚风都没有办法。是血魔尊当初定然是对楚风说了谎，他当时的实力绝对不止他说的那么简单，所以他那么强大，王强想战胜他确实难度颇大。而楚风之前也察觉到王强有所异样，他是很喜热闹之人，可此次来到9天之巅几乎没怎么露面，再加上魔尊灵士已确定是血魔尊还活着，就很难不将王强的情况与是血魔尊联系到一起。但是血魔尊不仅实力强，的确也很是狡诈，与王强交流此事恐怕还需要用一个保险的方法才行。于是楚风花费时间布置了2座精妙的沟通阵法，一座阵法藏于自己体内，另一座阵法藏于一件物品之中，凭借这阵法可以加强暗中传音，也许能够避开是血魔尊的监听。布置好阵法后，楚风便出门准备去找王强，是血魔尊必须彻底解决，否则后患无穷。可楚风刚刚走出白雾，来到广场，便有一道物体飞向了自己，那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落在自己身前不远处。石头落地之后，便有符咒浮现，随后释放一道光芒快速扩散，将自己覆盖其中。这感觉楚风能够分辨出那光芒的特质，对自己没有威胁性，但却有着极强的渗透性，应该是用来测修为的，但能够强行测试楚风的修为，说明此物很不简单。果然，定睛一看，那块石头已将笼罩楚风的光芒收回，随后又化作一道光柱冲天而起，那光柱上面写着3品半神4个字，那是什么？3品半神？这是楚风的修为吗？他只是3品半神吗？广场上有着不少人，自然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幕。3品半神，大名鼎鼎的楚风，原来就只是这种修为，这可着实令人失望。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一名男子站在不远处。那名男子身高体壮，长相更是非常英武，宛如战场上的猛将，但穿的服饰却很特别，是黑色长袍，但上面带有雷霆纹路，那种感觉就像是乌云之中漫天雷霆一般。总之，这黑色长袍看上去还挺帅，而在他的身后背着一个黑色的长方形木箱，看不透里面藏着什么。楚风知道那个探测修为的宝物就是此人丢出来的，可忽然一道身影飞掠而出，直奔那名男子而去，是小鱼儿。小鱼儿抬腿一脚直奔那男子面门，6品半神，这是小鱼儿当下的修为，但小鱼儿的速度极快，当男子反应过来之时，他已是没有机会闪躲，于是只能抬手去挡。虽然这一脚被他用胳膊挡下，可强大的惯性还是使得男子倒飞而去，竟飞出了足足数万米才稳住身形。仙海鱼儿吗？你竟是6品半神？那位虽被击退，可却丝毫不生气，反而抬头看向小鱼儿后，意味深长的笑了。此时众人也才反应过来，刚刚是小鱼儿对那位出手了，而这2人都是6品半神，仙海鱼儿这么强，众人惊看小鱼儿的实力，毕竟先前秦玄和王强交手，也都展现出了6品半神的修为。可单从表现力来看，小鱼儿丝毫不弱于王强，但他年纪很小，他的年纪能有如此实力，众人自然惊叹。但同时，人们也是注意起那名男子，这人是谁啊？
竟也有6品半神修为，众人议论纷纷。因为这位不仅对于楚风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陌生面孔。但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这个人很可能是皇府5人之一。放开我，让无缘无故对大哥哥出手，我要教训他。小鱼儿忽然说道。原来他一击未成，便准备再度出手，但是此时一只手按在了小鱼儿的肩膀上，乃是仙海少羽。仙海少羽没有放开小鱼儿，但却看向了那名男子。你姓皇府吧？在下名为皇府将耀。那名长相英武的男子道。果然他是皇府之一，并且按照考核排名来看的话，此人乃是皇府5人之中实力第2强的。为何试探楚风修为？仙海少羽问。此次出关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楚风，很好奇他的修为，所以便干脆测一下。皇府将耀说道。楚风的修为可不是你想测就能测的，向他道歉。仙海少羽说道。道歉，只是测个修为而已。皇府将耀说道。道歉。仙海少羽再度强调，并且表情变得冰冷起来。可面对这样的仙海少羽，那皇府将耀却是丝毫不惧，而是露出了挑衅般的笑容。我若不道歉，你又能如何？仙海少羽剑眉倒数，似是想要出手。可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却忽然响起。不用道歉，不如赔偿吧，这东西我要了。顺身观望，人们发现楚风已将那个测他修为的石头拿了起来，正放在手中摆弄呢。你说什么胡话？这是你能要的？见到这一幕，那皇府将耀顿时瞪大了眼睛。他没想到这么无耻，直接拿他东西，你无缘无故测我修为，这个作为补偿难道不合理吗？楚风问。当然不合理。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你知道它的价值吗？皇府将耀问。我当然知道它价值不菲，不然我要它干嘛？楚风说道。皇府将耀一脸无语。你怎么这么无耻？皇府将耀急了。你说谁无耻？管好你的嘴巴。你若不服，咱们登上比斗台，输的自裁。小鱼儿说道。什么？自裁？这也太凶了吧。小鱼儿此话一出，围观之人都被吓了一跳。虽说此人未经同意直接测试楚风修为的确不对，但也不至于玩得这么大吧，竟然直接搏命，这小鱼儿的脾气也太大了。听闻此话，皇府将耀无所畏惧的脸上也涌现出了一抹犹豫。换做其他人，他自然不惧，可刚刚的一击，他意识到小鱼儿并不简单。若是切磋，他倒是也不怕，可若是赌命，他还真就没有十足的把握。总之他慌了，一个测试的物件，他想要给他便是。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顺身观望，4道身影从白雾之中走了出来。这4人皆是穿着与皇府将要相同的服饰，身后也都背着一个相同的木盒。第一个是一个长相平凡的男子，无论是身高还是面容，甚至气质，各个方面都很平凡。若不是这身衣服以及旁边的3个人，他属于丢在人群很不起眼的那种。第二个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壮硕男子，他身高足有9米，在其他3人正常身高衬托下，他宛如一个小型巨人。第三个长相颇为英俊，气质不凡。第四个是一个白发少年，而刚刚的声音就是少年的声音。少主，那可是皇府将要看向那名少年，给他了。少年说道。好。听闻此话，皇府将要微微点头，随后竟退到了少年身旁。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意识到，那少年于这5人之中的地位很可能非同一般。还是这位少年大方。楚风说道。可那少年却微微一笑，不由道。就算给你了，可你用得了吗？楚风没有说话，而是法诀捏动，那石头顿时光芒闪烁，很快笼罩楚风，紧接着再度显现了楚风修为3品半神。见此一幕，皇府5人皆是脸色变化，少年也是不由一愣。他们本以为楚风无法催动，因为此物需要特殊法诀，但却没想到楚风竟自己研究出了催动此物的法诀，并且还是如此短的时间。谢了呀。楚风直接将这石头收入乾坤袋内。你的天级血脉，我原本很感兴趣，不过3品半神着实让人失望。少年叹道。你失望不重要，反正那测试时我很满意。楚风无所谓的说道。可小鱼儿却不干了。3品半神怎么了？照样打得你满地找牙。听闻此话，少年将目光投向小鱼儿，他竟轻蔑一笑，旋即也看了一眼仙海少羽，眼中同样带有轻蔑。仙海少羽和仙海鱼儿对吧？我听闻你们有些本事，但我不妨实话实说，若不是那楚风在7届圣府触发天级血脉异象，我都不会来这9天之巅。你们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因为你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少年对仙海少羽和小鱼儿说道。此话一出，一片哗然。仙海少羽的名声不必多说，仙海鱼儿的实力那也是有所体现，可此人竟说出这种话，也未免太狂妄了吧。原本人们以为此人说出这种话必然会遭到仙海鱼儿的挑战，毕竟刚刚那个皇府将要只是测了楚风的阵法，仙海鱼儿就直接出手了，他岂会容忍有人如此这样看不起自己与自己的哥哥？可谁曾想，仙海鱼儿听完此话后，表情竟没有丝毫变化，就像没听到一样，转身跑到了楚风身边。大哥哥，你没事吧？小鱼儿关切地问道。没事，测个修为而已。测个修为还能得这样宝物，血赚不亏，心情大好。楚风笑着说道。你这样说好像也是。大哥哥，你怎么出来了？是来接我去你那里住的吗？小鱼儿问。其实我是想去找王强聊点事。楚风道。居然不是接我。小鱼儿嘟着小嘴，但并没有真的生气，而是立刻笑眯眯地拉住楚风胳膊。走，我也一起。什么情况？见此一幕，众人感到完全猜不透小鱼儿怎么刚刚皇府将要只是测了楚风的修为，小鱼儿都跟要杀人似的，甚至都提出直接赌命了。可那皇府家那个少年当面轻视仙海鱼儿和他的哥哥，仙海鱼儿却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鱼儿妹妹这么早？很快一道身影出现，乃是仙喵喵。喵喵姐姐，这还早吗？我是感觉那修炼之地没什么用处的，若不是怕影响大哥哥修炼，我昨晚去找他了。小鱼儿说道。我也感觉没啥用，干脆就不回去修炼了，就一直楚风那里玩吧。仙喵喵说道。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呢。小鱼儿萌萌点头。哎呦，
真是想不到，咱们想到一起去了。很快又有2道身影浮现，是风铃拉着龙木溪，而见他们都来了，楚风便也拉着他们一起去找王强了。所以这就结束了，还以为会打起来呢。不对，刚刚他们说什么？仙海鱼儿、仙喵喵，还有风铃龙木溪，是要和楚风一起住吗？我是不是领会错了？一定是我想多了吧。这楚风区3品半神，他凭什么？众人难以理解，但很快又有数道身影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广场之上。当那些身影出现之后，喧闹的广场再度回归安静。是7届圣府的众位天才，他们就像约定好了一样，之前都不露面，而今日这一露面，便出现了2000余人。他们统一穿着7届圣府的戒灵长袍，虽都没有显现结界之力，但看上去却是威风凛凛，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这声势的浩荡程度，比任何势力都要强。为首的乃是3人，左边的皮肤白皙，面容宛如女子一般的男子，他们都认得此人，他便是被誉为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小辈界灵师的天才人物凌霄。右边的乃是一位同样皮肤白皙，并且有些姿色，但却目露凶光的女子。尽管多年没有现身，但依稀能够看出，她便是当年与凌霄齐名的戒灵师天才戒宝宝。至于中间这位，几乎没人见过，但能够站在这个位置，必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戒天了。有好戏看，终于有好戏看了。看到戒天等人登场，众人内心变得兴奋起来，尤其是无家可归，只能在广场活动的秦玄和秦书，他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只等着7届圣府为他们出这口气了。这一日，他们总算盼来了。可谁曾想，引起全场瞩目的7届圣府众天才登场后，那皇府姓氏的5人则是转身准备离去。站住！戒天忽然开口，且语气不善，说我。那个白发少年回头问，哪怕看待戒天等7届圣府的众天才，他眼神依旧轻蔑。我听闻你刚刚说过9天之巅只期待楚风。戒天问，对，但现在已经没有让我期待的人了。白发少年道，那我7届圣府呢？戒天问，听闻此话，白发少年不由笑了，那是忍不住而发出的笑声。戒灵师而已，上不了台面。可那少年此话刚出，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便自戒天体内释放而出，虽没有排山倒海之势，可却直奔白发少年冲击而去。那是堪比8品半神的结界之力，尊龙神袍，这便是戒天的结界修为。只是那一击还未靠近少年，便被挡了下来。是皇府5人中那个长相平凡的男子主动出击，挡下了这一击。此刻他的身上同时出现了雷纹、雷霆铠甲，修为达到8品半神，说明他的原本修为也达到了6品半神。建功是贝兰。戒天轻哼一声，随后结界之力竟爆炸开来。原来那看似简单的结界之力，实则暗藏阵法，强大的涟漪将那长相平凡的男子直接轰退而去。你找死！那平凡男子虽未受伤，可却面露杀意，直接将身后背着的黑色木盒取了下来。住手！白发少年开口，那男子才停止动作。看来你很不服气，别急，会让你们服气的。记住，是你们所有人。少年轻蔑一笑，旋即便转身离去，而其余4人也是一同离去。这戒天竟已是尊龙神袍，我记得凌霄之前是仙龙神袍，若是凌霄没有突破，那戒天已超越凌霄。不愧是7届府主的外孙，不愧是戒木白与戒天念2位大人的儿子。相比于楚风，这戒天才是真材实料啊。不过那几个姓皇府的似乎也很强，展现实力的2个竟都是6品半神，只是没想到他们竟是天级血脉，之前怎么从来都没有听闻过？浩瀚修武界还有这样强大的天族，藏得也太深了吧。众人惊叹于戒天实力的同时，却也都不敢再小瞧皇府5人。很快，楚风等人走了出来，他们本去找王强，但王强没有回应，他们便也无法进入王强的住所。楚风，你竟真的还敢来！看到楚风，7届圣府众小辈一个个杀气腾腾，恨不得将楚风碎尸万段。相比于其他人，戒天倒是没有那么愤怒，而是平静地看着楚风。楚风，你是自己束手就擒，还是要我亲族抓你？戒天问。戒天，你敢动他一下试试？小鱼儿问道。戒天没有说话，而是法诀变化，刹那间，无数把结界掌剑凝聚而出，化作剑雨，向楚风冲击而去。见状，仙喵喵、小鱼儿、风铃同时站在楚风身前，他们同时提升修为，同时释放出武力，将戒天的攻势挡了下来。挡下戒天攻势之后，仙喵喵和风铃依旧站在楚风身旁，可是小鱼儿却是纵身而起，直接攻向了戒天，并且小鱼儿的身体一在先前便发生了的变化，周身出现蓝色的气焰，那气焰如同水浪一般在小鱼儿周身流动。与此同时，眼眸也是变成了蓝色，宛如深海一般湛蓝。这种情况下，小鱼儿的修为达到了8品半神，这也是为何他能挡下戒天攻击的原因，那乃是仙海鱼族的血脉之力。可是一跃而起的小鱼儿还未靠近戒天，便被一道强大的结界挡了下来。但那不是戒天的结界，而是另外一道更为强大的结界阵法。戒天施主为何对楚风出手？伴随刘阔登场，众人也是明白，是他催动阵法挡下了小鱼儿的攻势。胆敢挑战我7届圣府威严，他就算死上1000次万次也不足惜。戒天道，该死的是你吧？小鱼儿道。面对满脸怒容的小鱼儿，戒天也是将目光转了过来。仙海鱼儿，你以为你护得住楚风？这里可不是太古星海，没有了结界铠甲，你们2个在我面前不堪一击。戒天道，他们早就相识。太古星海，难道说之前太古星海出现的名字便是戒天吗？众人从小鱼儿和戒天的对话中认识到，他们之前是相识的，并且很可能是在太古星海，这便不由得让他们回想起了之前太古星海所发生的变化。没有结界铠甲，你难道忘记之前在太古星海你们2个已经交过手？你不记得你是小鱼儿的手下败将了吗？楚风说道。楚风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小鱼儿和戒天早有交手？
众人纷纷猜测，他们可实在太好奇了。毕竟无论是仙海鱼儿还是界天，那可都是非同一般的存在。可对于此话，界天却是面不改色。楚风，你一个只能躲在女人后面的废物，便只剩造谣的本事了吗？界天问。显然他是不准备承认当初败给过小鱼儿这件事。对此，楚风笑了，小鱼儿则是直接跳上了比斗台后，看向界天，上来，你想当众出丑？界天问。输的自裁。小鱼儿道。小鱼儿，别玩这么大。见状，楚风赶忙开口，他自然不是担心界天，他是担心小鱼儿，也不是对小鱼儿没信心，而是楚风知道界天可是不弱的，不管人品如何，但界天的实力很强。虽说小鱼儿之前的确胜过界天，但楚风并不想小鱼儿为了他定下如此赌约。鱼儿施主，我们这里没有赌命的规矩，你要挑战可以，下赌约也可以，但还是换个赌约吧。刘阔也是说道。那输的就直接滚出9天之巅。小鱼儿又道。这个赌注似乎也不小啊。众人纷纷说道，但刘阔却是说道，这个倒是可以。旋即刘阔看向界天，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敢吗？仙海鱼儿，这可是你自找的。界天此话说完，便也跳上了比斗台，且还看向了楚风。楚风，你莫急了，我先收拾这丫头，再来收拾你。可就在说话间，小鱼儿已是来到他的身前，一拳轰出，整个比斗台顿时剧烈摇晃起来。是小鱼儿这一拳打在了界天的防御结界之上，小鱼儿这一拳威力相当之强，掀起的涟漪与比斗台内疯狂肆虐。界天周身的防御结界却是纹丝未动，莫说裂痕，甚至都未曾动弹一下。逆战一品，楚风与仙海少羽同时说道。他们都看出来了，界天的结界之力虽是尊龙神袍，本应是8品半神的战力，可实际上却拥有9品半神的战力，这也就是为何小鱼儿无法攻破这结界的原因。逆战一品，界天在尊龙神袍竟有如此战力，那岂不是堪比9品半神？听到仙海少羽和楚风的话后，围观之人对界天也是有了新的看法。我说过，离开太古星海，没有了结界铠甲，你什么都不是，你甚至都破不了我的防。界天站在原地，以轻蔑的眼神看着小鱼儿。当初太古星海，他一直耿耿于怀，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并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击败小鱼儿。小鱼儿没有说话，可他周身气焰却发生了变化，气焰不仅变强，且自其身后出现了2对气焰翅膀。那翅膀很特别，似是鱼鳍，但却非常华丽且好看。此时的他真的宛如仙子，但是他所散发的威势却是霸道非常。只见小鱼儿又是一拳轰出，界天引以为傲的防御结界便立刻破损开来。因为在那宛如鱼鳍一般的2对翅膀出现之后，小鱼儿的气息再度提升，其修为已是达到了9品半神，并且这一拳轰碎防御结界后，力道丝毫不减，已是直奔界天而去。见此情形，界天也是眉头紧皱，不敢再有所大意，于是脚下升起结界之力，化作一条游龙，乘着游龙逃离而去。小鱼儿没有追赶，但却扎起马步，左手握紧，武力长弓浮现，随后右手一拉，便有一把武力剑矢浮现。刹那间，数道武力剑矢接连向界天飞掠而去，但界天脚下的游龙乃是特殊阵法，速度很快，竟接连避开小鱼儿的武力剑矢，而那些武力剑矢具有追踪效果，在射空之后竟像活过来一般，宛如鱼儿一般在空中跳跃游动，且快速地追赶着界天。好灵活的武技！楚风虽修为没有达到小鱼儿和界天那种地步，可旁观战且使用天眼的情况下，却也是能够看清战局。他已是看出小鱼儿的武技非常厉害，应该是神境武技。为了看清战局，很多天才都在明处或者暗处提升了修为，但也至少是提升到8品半神，否则根本看都看不清。甚至若是观察力不足，8品半神也根本看不清局势。比如秦玄，他身上气焰直接有了3重变化，将修为从6品提升到了9品半神，不仅是当众证明他的实力，也是想看清小鱼儿和界天的战局。莫非那是仙海鱼族的神境武技神境掌攻月？一番观察后，秦玄说道。而他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众人议论。不会吧，传说中的神境长攻月，仙海鱼儿修炼成功了？他们很多人都看不清战局，只能看热闹，但是显然对于秦玄所说的神境武技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了解，他如此惊讶。没错，那正是我仙海鱼族的一段神境，神境长攻月。在众人无法确定之际，仙海少羽则是直接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而他这一回答更是让众人清晰地认识到了仙海鱼儿的天赋。此刻都不用仙海少羽讲述，只是听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楚风已是知道了这武技的厉害。神境掌攻月乃是仙海鱼族在远古遗迹内所获取的神境武技，据说至今为止，只有仙海鱼族的初代族长成功修炼了这神经长攻月。可当初仙海鱼族初代族长曾说过，哪怕是他也未能将此武技修炼至大成，因为他射出的箭矢只能具备追踪效果，若是修炼大成，射出的箭矢是能够爆炸的，且爆炸威力极强。而就在众人讨论的短暂时间内，虚空之上已是出现了数万支武力箭矢，那些武力箭矢就像是大军一般，没有无脑追击，反而是开始排兵布阵，四下堵截。很快，界天的退路便被彻底封锁。见此情形，界天也是催动结界之力，布置出攻杀阵法，想要重开封锁去路的箭矢。可下一刻，武斗台内开始剧烈颤动，甚至站在武斗台外的众人也是有所观感。爆炸在界天的四周发生了多次爆炸，强大的涟漪几乎覆盖了武斗台。我去，这丫头好强！风铃忍不住脱口而出，确实厉害。仙喵喵也是表示赞同，同样围观的秦玄则是眉头紧锁，他不由想起之前仙海少羽对他说的话，现在看来，仙海少羽并不是吓唬他，小鱼儿的确具有打死他的能力。6品半神提升3品修为，达到9品半神先不谈，小鱼儿的战力以及对武技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
很显然，之所以会有那等威力的爆炸，乃是因为仙海鱼儿将那神境武技修炼到了极致。他将这一武技修炼到了连仙海鱼族初代族长都无法达到的地步。可是仙海鱼族初代族长可是公认的仙海鱼族历代以来最的存在，这岂不是说小鱼儿的天赋已经超越了仙海鱼族的初代族长？可下一刻，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封锁住了整个比斗场，彻底遮挡住了众人的视线。界天看到那结界之力，楚风便知道是界天搞的鬼。哪怕小鱼儿的神境武技威力的确很强，可是界天能释放出如此结界之力，封锁整个比斗台，便也说明界天并无大碍。别担心，我妹妹不会有事。仙海少羽对楚风说道。相比于其他人，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担忧，对自己妹妹有着绝对的自信。比斗台内，界天站在原地，他脚下的游龙阵法已经不在了，可他却毫发未损。但他比之先前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他周身缠绕着两重力量，一种是血脉之力，极为强大，引得天地变化，乃是王之血脉；另一重乃是阵法之力，极其特殊的阵法。这阵法与王之血脉完美相融。最主要的是，在这双重力量的缠绕下，界天的战力竟再度提升。他在9品半神的战力之上，又获得了逆战1品的战力。虽说无论是半神境修武者，还是神袍界灵师，都无法突破真神与真龙界灵师的限制，可界天此时的战力，在真神与真龙之下，已是极其恐怖。干嘛要遮挡？他再输给我，见不得人。小鱼儿问。对此，界天则是淡淡一笑：我的手段，他们不配见到，但你确实有这个资格。仙海鱼儿，我承认你很强，当初的我的确不如你，但如今我界天已今非昔比，你不可能再胜过我。界天对小鱼儿说道。他此刻的目光有兴奋，也有激动，但更多的却是自信，绝对的自信。为了这一日，他付出了极多，现在终于等到了他一雪前耻的机会。而看着那自信满满、一副胜券在握模样的界天，小鱼儿则是笑了。这就是你的底牌吗？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小鱼儿此话说完，一股特殊的气息自小鱼儿体内释放而出。当那抹气息释放而出后，小鱼儿身上的气焰也是发生变化。而看到小鱼儿此时的变化，界天也是神色大变，先前的自信立刻消失不见。那隐藏阵法是界天布置的吧？仙海鱼儿那么强大的神境武技，他都没有败吗？可他为何布置这样的阵法？现在二人到底战况如何？众人急坏了。尽管他们大部分人根本就看不清具体战况，可总归也能看些热闹。但是现在的情况，他们却是什么都看不到了。楚风，你能看到吗？风铃对楚风问道。比斗台本就有特殊的阵法，界天的隐藏结界也不简单，二者加持下，我也看不穿这隐藏阵法。楚风说道。界天这家伙真的也是王级血脉吗？那小鱼儿会不会出事啊？风铃有些担心。其实不只是他担心，仙喵喵、龙木西也都很担心小鱼儿。尽管只是短暂的相处，但他们却都很喜欢这个小妹妹。快看，结界开始消散了。而很快，人们注意到那刚刚封锁比斗台的结界，此时正在消散。结界还未彻底消散，小鱼儿的身影便从比斗台内跳了出来。看到小鱼儿，楚风等人都松了口气，因为小鱼儿毫发未损。界天，他。而伴随结界消散，人们也是很快发现了界天的身影。界天不仅已经昏迷，他的身上还被穿了一个血窟窿，鼻子、口中同样有大量鲜血不断喷涌。很显然，这场对决还是界天败了，并且界天受的伤也是不轻。混账，只是切磋，竟敢下如此毒手！见到界天的状况，7届圣府的众位小辈全都不甘了。虽然他们与界天也是不熟，可这位身份他们必须维护。他没死已是万幸，你们若是不服，可以出手替他报仇。我仙海少羽奉陪。仙海少羽说道。7届圣府众天才虽满面怒容，但却没有人敢对仙海少羽出手。他们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于是只能无能的说道：此事我7届圣府不会善罢甘休的。对于这种话语，仙海少羽根本懒得回应，强者都会直接出手，无能的人才会抬出自己的家族。但值得一提的是，7届圣府的另外2位天才凌霄和界宝宝却并没有说话。凌霄已是跳到比斗台上，准备为界天疗伤，可他的阵法还未布置完成，一道疗伤之力便笼罩了界天。是刘阔，凌霄施主，界天施主交给我即可。刘阔说道。有劳。见状，凌霄也是从比斗台上退下，因为他看出刘阔的疗伤阵法很强，有这疗伤阵法在，界天不会有事。而刘阔搓动手中佛珠，便与界天一同消失在了此地。所以界天就这样被淘汰了吗？仙海鱼儿也太强了吧！难怪9天之巅邀请的不是仙海少羽，而是他，太恐怖了。只从天赋来看，他恐怕已经超越仙海鱼族初代族长了。一个仙海少羽也就罢了，现在又出现一个仙海鱼儿，神之时代，仙海鱼族的崛起，怕是无人能够阻挡了。界天被刘阔带走后，这方天地顿时炸开了锅。胆大的当面就说了，胆小的也是暗中传音相互交流。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冲击太大了。从先前的表现来看，界天的实力绝对不弱，甚至可以说非常之强。可是二人的交手其实时间很短，可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分出了胜负，这便侧面的说明了仙海鱼儿的实力有多恐怖，并且界天越强，越能证明仙海鱼儿恐怖。这是货真价实的天才，他才是此次9天之巅真正的黑马。鱼儿妹妹，你可真棒啊！为了奖励你教训那个界天，姐姐准备也露一手，给你做顿大餐。风铃说道。姐姐会做饭？小鱼儿眨巴着大眼睛问道。当然是真正的做饭，可不是用结界之术，而且非常好吃。风铃道。好，那我也要下厨，给大哥哥露一手。小鱼儿跃跃欲试，可听闻此话，仙海少羽却是立刻凑到楚风耳边道：楚风兄弟，别的我没啥说的，但我妹妹下厨做饭，我劝你别轻易尝试。而就在此时，龙成宇也从白雾内走了出来。怎么你们都在这？龙成宇问。龙成宇，
你怎么才出来？刚刚可是错过一场好戏。那借天被淘汰了。风铃说道。借天，他怎么被淘汰的？难道已经开始了吗？龙成宇问。没有开始呢，是他对楚风出手，鱼儿妹妹看不下去，直接挑战他，输了的离开9天之巅，所以你懂的。风铃一脸的幸灾乐祸，这场瓜他算是吃饱了。鱼儿姑娘果然厉害啊，居然就将借天赶走了，都怪我昨天修炼的太用心。试炼之地关闭后，便闭目养神了一会，竟错过了这样的好戏。龙成宇满脸悔恨，想看好戏，现在给你机会。可就在此时，皇甫将要的声音再度响起，顺声观望，皇甫5人再度出现。你们谁啊？龙成宇问。虽然皇甫5人刚刚出现过，但龙成宇没见到，所以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就是那5个皇甫姓氏的人。楚风说道。就是他们。听楚风说后，龙成宇也是认真打量起皇甫5人。你们说好戏？什么好戏？你们可知为何9天之巅的比试迟迟没有开启？皇甫将要问。为何？龙成宇问。这与试炼之地有关。试炼之地不仅是修炼阵法，也是测试阵法，若是达不到要求，是永远不会开启的。我家少主每晚都在尝试冲破阵法，预计明日就会开启。本来我家少主是想9天之巅开启后再让你们知道差距，可你们似乎有些迫不及待，所以我家少主决定提前让你们绝望。皇甫将要说道。不是，你们是没睡醒吗？竟还在这里说梦话。龙成宇自然不信他们说的话，向来暴脾气的他已是表现出了不耐烦，可那皇甫将要却是手掌摸向乾坤袋，随后一个巨大的铜锣出现在其手中，接着他对着铜锣猛然一敲，当，刺耳的声音响彻开来，并且那铜锣散发出的声音非常具有穿透力，在各自居住之所的人应该也能听得清楚。所有人全都出来，让你们见识一下何谓真正的天才。司徒将要高喝一声，他这道声音竟通过那铜锣传递开来。果然，伴随那特殊铜锣的传递下，越来越多的人走了出来，汇集于这广场之上。今日我们将会给你们一个挑战我们的机会，我们赢了，不会对你们做任何惩罚，但若是你们侥幸能够胜过我们，我们会给你们奖励。司徒将要此话说完，看向了那个长相平凡的男子，那男子一跃而起，落在了比斗台之上，对着众人抱拳施礼，旋即说道：在下皇甫樊逆，来自皇甫天族。大哥哥，我们去做饭吧。小鱼儿对此似乎并不感兴趣，而是看向了楚风。可见小鱼儿说出此话，那皇甫樊逆则是立刻看向小鱼儿。我要挑战仙海鱼儿。什么？他竟然敢挑战仙海鱼儿？他难道不知道仙海鱼儿有多强吗？对此众人感到意外，就连皇甫之人也同样意外。皇甫樊逆，你搞什么鬼？仙海鱼儿是我打算挑战的人。皇甫将要说道。将要少爷，恳请让我任性这一次，我想于此地证明自己。皇甫樊逆对皇甫将要施礼说道，他的态度很谦卑，看得出来他是惧怕皇甫将要的。行吧行吧，皇甫将要不耐烦地说道，谁要接受你的挑战？可对此仙海鱼儿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拉着楚风就准备要走。见状，楚风等人也是跟着小鱼儿准备离开，可那皇甫樊逆却是拿出一颗散发雷电的珠子，那颗珠子出现的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包括楚风和小鱼儿等人。此物乃太古至宝，对天雷血脉者而言会有很大好处，你若能胜我，可将它拿走。皇甫樊逆手举此珠，对小鱼儿说道。小鱼儿娇躯一纵，直接跳到了比斗台上面，就站在了皇甫樊逆的对面。小鱼儿对着皇甫樊逆伸出小手，我不想打你，直接给我吧。仙海鱼儿，我知道你实力不弱，可我皇甫樊逆之所以挑战你，就是要向所有人证明我皇甫樊逆的实力。皇甫樊逆此话刚刚说完，小鱼儿一拳便打在了他的肚子上，只是这一拳便痛的皇甫樊逆跪在了地上。皇甫樊逆很是不服，额头之上雷纹浮现，尽管修为从6品半神提升到了7品半神，可腹部的剧痛仍让他无法起身。很快，雷霆铠甲浮现而出，他的修为提升到了8品半神，可他依然无法起身，甚至强烈的痛感让身上浮现的雷霆铠甲也是很快散去，就连额头上的雷纹也是摇摇欲坠，随时会散去。别撑了，我不想再打你。小鱼儿探手一抓，那在皇甫樊逆手中那散发雷霆的珠子便落入小鱼儿手中，旋即小鱼儿便手握珠子来到了楚风面前。大哥哥，这个送你，这东西好像价值不菲。楚风说道。反正对你应该有用吧。小鱼儿道。绝对有用。楚风倒也不客气，而是直接收下，因为他知道面对小鱼儿他想拒绝都拒绝不了，于是只能道多谢了。小鱼儿，和我还客气什么呢？大哥哥，要不再看看吧，万一等一下他们还能拿出什么宝贝呢？我全都帮你拿过来。小鱼儿道。听闻此话，众人脸色复杂。拿过来，说的怎么好像进货一样，但这话是小鱼儿说的，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丫头确实太恐怖了，我都可以。楚风笑道。而此时那个体型壮硕高达9米的家伙已是跳到了比斗台之上，丢人！他抬腿一脚竟将那皇甫樊逆踢了下去。选我选我！小鱼儿挥手说道。可那位看了一眼兴奋的小鱼儿后，却是眉头皱起，旋即目光一转投向了秦玄。我要挑战你！他指着秦玄说道。你挑战我就要接受吗？秦玄问。见状，那壮汉手掌一翻，一颗充斥特殊力量的珠子浮现而出。看到那颗珠子，秦玄顿时眼前一亮，哪怕是他苍穹仙宗也没见过如此宝物。那珠子内是对修炼玄功之人有着极大帮助的力量，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赢了我，他归你。那位壮汉说道。见状，秦玄也是一跃而起，跳到了比斗台上。他答应了。这皇甫家有点意思啊，怎么这么多宝物？就连龙成宇也对皇甫5人有些刮目相看了。只是他们目前拿出的宝物就已经说明他们家族底蕴不俗，可能是隐世的家族吧。
但之前的确从未听闻过。龙木西说道。比斗台上，秦玄看着那壮硕男子，不自我介绍一下，皇甫尚武。壮硕男子此话说完，下一刻竟出现在了秦玄身后，巨大的拳头从天而降，直奔秦玄而去。秦玄没有挪动，而是周身三重气焰同时释放而出，瞬息之间，他便将修为从6品半神提升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同时，磅礴的威压释放而出，横扫而去。他似乎早就料到对方会突然出手，不仅早有防备，更是制定了策略。对方突然袭击，他干脆来个突然反击。如此距离之下，他瞬息间提升3品修为，对方正常来说根本没有机会反应，会直接落败。可谁曾想，秦玄的威压并没有就将那个皇甫尚武轰退，于是赶忙向前一窜，进行闪避。回头观望，皇甫尚武的拳头不仅落在了秦玄先前站立的位置，并且那皇甫尚武周身雷霆闪烁，不仅头有雷纹，身缠雷霆铠甲，在他的身后还有着2道巨大的雷霆羽翼，那是雷霆羽翼，他也能提升3品修为。竟有人能在半神境将天级血脉掌控到如此地步吗？看着此时的皇甫尚武，围观之人也都是吃惊不已，就连楚风目光也是微微变化。他看得出来，皇甫尚武的雷霆羽翼并不是用特殊方法打造而出，而是真的已经完全掌握，那是真正的雷霆羽翼。此人很强，看来我需要认真对待了。秦玄说话间，手掌一翻，一把金色长剑出现在其手中。当那把金色长剑出现之后，整个比斗台内的天地能量都为之震荡，而秦玄的战力更是大幅度的提升，那是一把神兵。来，这次换你先出手。皇甫尚武对着秦玄勾了勾手，你不亮出神兵吗？秦玄问。一个依靠玄功修武之人，还没资格让我动用神兵。皇甫尚武说道。这个家伙好狂啊！众人纷纷说道。不管怎么说，秦玄可都是苍穹仙宗最强天才，在众人看来，就算此人确实不弱，但他如此不将秦玄放在眼里，那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秦玄面对皇甫尚武如此狂妄的行为，却也没有大意，他没有选择近身交战，而是挥动神兵掌剑，顿时道道磅礴的剑气接连飞掠而出。面对秦玄的攻势，皇甫尚武轻哼一声，旋即一拳轰出，顿时雷霆四起，不仅将秦玄的剑气轰碎，那雷霆更是没有消散，向秦玄扑了过去。见状，秦玄只能再度出手，可是下一刻，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身后，是那皇甫尚武。秦玄察觉不对，赶忙施展身法武技拉开距离。拉开距离后，秦玄再度发动攻势，可依旧被皇甫尚武挡了下来。秦玄要败，仙海少羽说道。对此，楚风表示赞同。秦玄已经拿出神兵来提升战力，可面对皇甫尚武却并没有占据优势，反而皇甫尚武并没有拼尽全力，而是给人一种戏耍秦玄的感觉。除非秦玄还有底牌，否则胜负已分。而在楚风看来，当秦玄发现皇甫尚武能够施展雷霆羽翼之后，对于这场对决，秦玄便没有丝毫大意，他从一开始就在认真对待。差不多了。伴随皇甫尚武此话说出，皇甫尚武再度出现在了秦玄身后。见状，秦玄便再度施展身法武技，想要拉开距离。可是皇甫尚武这一次却并没有给秦玄这个机会。当他落地的同时，一掌轰出，磅礴的雷霆四散而去，将秦玄笼罩当中。如此距离，秦玄躲闪不及，只能用神兵抵挡。可奈何那雷霆覆盖之后，竟穿透秦玄的防御，使得秦玄浑身麻痹，随后躺在了地上。对于这一幕，最不能接受的便是苍穹仙宗的人，他们都看得出来，秦玄不仅败了，并且败得很屈辱。对方可是连神兵都没有亮出啊！可更屈辱的是，那皇甫尚武将动弹不得的秦玄提起，随后便像丢垃圾一样将秦玄丢下了比斗台。做完这一切，他还轻蔑一笑，这才离开。他刚离开，又有一道身影跳上了比斗台，是那个长相英俊的男子。那位登上比斗台之后，直接将目光投向了龙成宇。龙成宇，我名皇甫上扬，今日给你证明自己的机会，若能胜我，此物给你。自称皇甫上扬的男子取出了一颗珠子，那珠子内蕴藏的乃是能够增强血脉之力的力量。见状，龙成宇身形一跃，也是跳上了比斗台。龙兄，小心一些，此人不弱。见龙成宇应战，楚风暗中提醒，放心，我打不过仙海少羽，还打不过他们吗？龙成宇以暗中传音对楚风回复道，直接亮神兵吧。皇甫上扬对龙成宇说道，你不亮神兵，我不会亮。龙成宇说道，和我比，你凭什么？就凭你那低劣的血脉吗？皇甫上扬问道。听闻此话，龙成宇脸色忽然转冷，没有任何试探，也没有提升修为，直奔皇甫上扬便冲了过去。而面对龙成宇的攻势，皇甫上扬没有任何躲闪，就站在原地静候龙成宇的到来。直到龙成宇攻势已至，对着皇甫上扬面门轰出一拳。这一拳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是非同小可。可只见皇甫上扬身子向后微微一扬，便轻松的将龙成宇这一拳躲开。龙兄别大意，直接提升修为，施展你最强的手段。只是这短暂交手，楚风就看出这个皇甫上扬比那个皇甫上武还要强。龙成宇若不出其不意，多半是要输给这皇甫上扬。可是对于楚风的暗中传音，龙成宇不仅回应，也没有做出改变，反而是疯狂的发动攻势。可是对于龙成宇的近身攻势，皇甫上扬只是不停的闪躲。龙成宇不提升修为，皇甫上扬便也不提升修为。轻蔑、侮辱，这种侮辱性相比于皇甫上武对待秦玄还要更甚。混账，一直躲算什么？你还手啊！这种情况下，龙成宇越发恼怒，越发暴躁，攻势也愈发凶猛，可却依旧无法碰到皇甫上扬。所有攻势都被皇甫上扬轻松躲开。而对于龙成宇的话语，皇甫上扬也没有回答，只是嘴角始终挂着那抹让人厌恶的笑容。可忽然，
龙成宇周身有金色气焰浮现，同时他的额头之上浮现龙角，身上脸上更是布满龙鳞。只是一瞬间，龙成宇的修为便从6品半神提升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几乎在修为提升的同时，龙成宇施展出了武技，如此距离之下，武技威力极强。原来龙成宇是故意的，故意装作暴怒，让对方以为自己失去理智，从而完成这突然一击。可只见雷霆闪烁，龙成宇的一击竟然被闪避开来。下一刻，一只附带雷霆的手掌出现在龙成宇的身后，狠狠地敲在了龙成宇的脖颈处。只是这一击便使得龙成宇丧失了战力，瘫倒在地。是皇甫上扬，皇甫上扬。此时雷纹、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同时施展而出，他的修为也是达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并且他散发出的气息比刚刚的皇甫上武还要强。他很专注，看似不将龙成宇放在眼里，实际上一直认真观察龙成宇。在龙成宇提升修为之时，他不仅提升了修为，更是抓住了龙成宇的破绽。龙成宇以为突然袭击胜券在握，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对方牢牢掌控了局势，不是他弱，而是对方更强，他输得不冤。仙海少羽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这是暗中传音。而对于仙海少羽的分析，楚风也觉得非常合理，这不是对龙成宇的轻视，而是那皇甫上扬的确很强，比皇甫上武更强。可恶！此时龙成宇趴在地上很是不服，他努力的想要爬起来，可是却浑身酸软没有力气，是那雷霆之力麻痹了龙成宇的身体，让他丧失了一战之力。而看着这样的龙成宇，皇甫上扬面露讽刺，现在你清楚你的血脉在我的血脉面前有多低劣了吗？此时楚风很想上台，奈何那比斗台有特殊的结界，比斗台只能容纳2个人，除非有人离场，否则第3个人是无法上去的。所以直到皇甫上扬离开，楚风才登上比斗台。楚风将龙成宇搀扶起来后，看向了皇甫上扬。皇甫上扬注意到了楚风的目光，所以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楚风什么都没说，而是搀扶着龙成宇跳下了比斗台。楚风兄弟，我是不是丢人了？龙成宇小声问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下次再赢回来便是。楚风安抚道。也是。龙成宇笑了笑，他是比较想得开的类型，虽然刚刚台上还很是不甘，可结局已定后，他倒是没有陷入自责，反而说道，但是别说，这几个皇甫的还真是有点水平，我确实不如他们不弱。楚风也是说道。而很快，那皇甫将要也是登上了比斗台，可皇甫将要刚刚登上比斗台，便有一道身影也是落在了比斗台之上，乃是小鱼儿。你干嘛？我没说挑战你。看到小鱼儿，皇甫将要立刻说道，你刚刚不是说你准备挑战我的吗？小鱼儿问。我改变主意了，我想会一会界灵师。皇甫将要说道。切，没意思。小鱼儿有些败兴，撇了撇嘴便离开了比斗台。皇甫将要，你是怕了不成？那白发少年问道。少主，我不是怕，只是刚刚他们挑战的都是修武者，我若再挑战修武者，未免有些无趣。我是真的想会一会界灵师。皇甫将要解释道。别忘了你的身份，别丢我皇甫天族的脸。白发少年道。这句话是在警示皇甫将要。皇甫将要有些心虚，于是直接将目光投向了7界圣府的众位小辈。那个叫界天的呢？皇甫将要高声问道。对于此话，7界圣府的人没人回应，可却有其他人说道，界天已经离开了。听闻此话，皇甫将要便将目光投向了凌霄。凌霄可敢上来与我一战？他此话刚出，凌霄便直接跳上了比斗台，没有丝毫迟疑。这个是你的奖励，但前提是你能赢我。皇甫将要说话间，一颗球体浮现，那里面蕴藏着强大的结界之力。可以开始了吗？凌霄淡漠地说道。当然，我就站在这里，你可以随时出手。皇甫将要的脸上露出了嘲弄般的笑容，他根本就没有将凌霄放在眼里。忽然，自皇甫将要四周出现数百条结界蛟龙，呈包围之势向皇甫将要攻了过去。那蛟龙蕴藏着8品半神的战力，尊龙神袍。凌霄的结界修为也是达到了尊龙神袍。见状，皇甫将要同时施展出了雷纹、雷霆铠甲，瞬息之间将修为提升到8品半神后，他并没有闪躲，而是站在原地，但同时威压却释放而出，横扫八方，是想凭借威压直接将凌霄阵法破除。可下一刻，皇甫将要也是脸色变化，他的威压被瞬间击破。那蛟龙阵法的真实战力达到了9品半神，凌霄也拥有逆战1品的战力。可只见雷霆肆虐，那结界蛟龙纷纷迸碎开来。定睛观望，皇甫将要的身后也出现了雷霆羽翼。最后关头，他提升修为，将修为提升到了9品半神的地步。你倒是有些本事。皇甫将要对凌霄说道。凌霄没有说话，但比斗台却剧烈颤动。只见磅礴的海浪自大地拔起，且一重接着一重，不断向皇甫将要攻了过去。这一次的阵法威势比先前更为强大，可是凌霄却从始至终站在原地，甚至连法诀都没有捏动，就好像这是一场与他无关的战斗一般。好强的阵法掌控力，面对这样的凌霄，就连楚风也是刮目相看。从战力来看，皇甫将要占据着优势，可是凌霄对结界之术的掌控却也是非常了得。皇甫将要武力占优，可凌霄的技巧却是占优，二人一时之间竟是难分胜负。不愧是凌霄，大家都能感觉到，相比于皇甫上扬，这个皇甫将要的气息更强。可面对如此强大存在，凌霄却丝毫不落下风，这足以证明凌霄的强大。秦玄、龙成宇两位天才已经接连失败，他们并不想看都凌霄也败，而眼下凌霄的表现也是相当亮眼，甚至他们看到了凌霄获胜的希望。皇甫将要，你来这里是玩的吗？就在此时，那白发少年忽然开口。听闻此话，皇甫将要将身后木盒取下，木盒打开之后，竟有一把黑色长刀浮现。那黑色长刀上边布满了雷霆，那不是武技，而是黑色长刀本身便蕴藏的力量。看到那把黑色长刀，楚风也是眼前一亮，那简直是专门为天级血脉量身打造的神兵。凌霄，
到此结束了。黄甫将要此话说完，便手持雷霆长刀对凌霄再度发动攻势。这一次，凌霄的结界之力根本无法阻挡于他，因为黄甫将要的战力又有了极大的提升。当力量不在一个级别，再多的技巧也都将无法弥补。眼见如此，凌霄身形一转，竟直接跳出了比斗台。是我输了。丢下此话后，凌霄便直接走到了7届胜负的人群之中。他并没有因为认输而表现出丝毫沮丧。对于他而言，似乎这场对决本身他就很无所谓。对此，黄甫将要虽然意犹未尽，但凌霄已经认输，他也是身形一转，跳下了比斗台。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白发少年的身上。黄甫5人，另外4人都已报出姓名，所以白发少年不说，大家也能对得上号。他就是那个黄甫圣羽。黄甫圣羽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跳上比斗台，而是从台阶上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但他一边登台，却一边开口：天雷血脉，又称天极血脉。天极血脉者，遍布修武界，可真正了解天极血脉者却是少之又少。天极血脉由弱至强，分为下品、凡品、上品、将品以及圣品。下品便是你们常见的天极血脉，那些平庸之辈本就是天极血脉中的边角料，你们因为他们而觉得天极血脉弱，也算正常，毕竟你们本就无知。但你们需要知道，若是天极血脉拥有凡品资质，便已能媲美你们引以为傲的血脉。可凡品在天极血脉中也只是底层，若是上品，那便是凌驾于你们之上的血脉。至于将品在天极血脉中，那也是少之又少，可谓人中龙凤。而我乃是圣品。话到此处，黄甫圣羽已是站在了比斗台上。且说话间，磅礴的威压也是释放而出。7品半神，他进7品半神，那岂不是说他的修为达到9品半神后，还能够提升1品战力？围观之人表情变得异常复杂。虽然想到了这黄甫圣羽可能是这5人之中最强的，但却没有想到他强到了这种地步，竟已是达到了7品半神，并且他的气息的确非一般7品半神可比。在众人惊叹之际，黄甫圣羽则是手掌摊开，一颗珠子漂浮而出，悬于其手掌之上。那是一颗特别的珠子，先前那几人拿出的珠子，要么是纯粹修武，要么是提升血脉，要么是提升结界。可黄甫圣羽拿出的这颗珠子，则是集结了所有力量。无知的修武者们，今日我便让你们开开眼，见证真正的强大。无论是谁，我给你们挑战我的机会。黄甫圣羽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却面面相觑。先前那几人都已经展现出了绝对实力，从血脉上来说，这黄甫圣羽无疑更强。那雷文、雷霆铠甲、雷霆羽翼，他自然也是不在话下。这种情况下，他又有7品半神的修为，谁能够是他的对手？与他交手，无疑是自取其辱。真是没想到9天之巅的黑马会是他。甚至此时，许多人都已经觉得这9天之巅的最强者名号已被这黄甫圣羽锁定了。可就在众人感到绝望之际，一道身影落在了比斗台上，乃是仙海少羽。让我陪你玩玩。仙海少羽说道。可以。黄甫圣羽一脸的无所谓。可他此话刚刚说完，仙海少羽便出现在了黄甫圣羽身前，一拳轰向黄甫圣羽。他一出手，众人大惊。仙海少羽没有施展任何提升手段，可是他的气息却也是达到了7品半神。见状，黄甫圣羽虽然意外，可却没有丝毫畏惧，同样一拳轰出。但他这一拳轰向的却是仙海少羽迎面来的拳头，两拳相撞，2人皆是倒退数步。这短暂交手竟是平分秋色，但此刻黄甫圣羽的脸色却变得难看起来。对于这个结果，显然他并不满意，于是只见他身形一纵，便向仙海少羽反攻而去。转眼间，2人便站在了一处，只是简单的拳脚对决。可是比斗台上传来的威势，却让每个人都血脉喷张。在场的都是一方天才，所以他们都能感受到比斗台上那是何种级别的战斗。不愧是仙海少羽，太强了。但这黄甫圣羽也是不弱呀。对于众人的议论，楚风也是表示赞同的。黄甫圣羽和仙海少羽表现的战力几乎凌驾于先前所有出手的天才，当然小鱼儿除外。小鱼儿的战力也是非常恐怖，不弱于这2人，但是小鱼儿几乎都是碾压式的，很快便结束战斗了，所以没能太看清他的打斗技巧。可是现在台上的这2位可不是，他们看似简单的近身交手，实际上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作战经验。这2位是战力与技巧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存在，面对这2人，同等战力下，哪怕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获胜。很快，雷霆闪烁，可能是无法接受与仙海少羽胜负难分的局面。黄甫圣羽率先提升了修为，但几乎他提升修为的同时，仙海少羽也是提升了修为，2人再度落入胜负难分的局面。于是黄甫圣羽又接连提升修为，但仙海少羽早有准备，几乎都是在对方提升修为的同时，自己也是提升了修为。转眼间，黄甫圣羽、雷文、雷霆铠甲、雷霆羽翼同时加身，在修为提升到9品半神后，又获得了逆战1品的战力。仙海少羽同样施展出3重血脉之力，获得了完全不弱于黄甫圣羽的战力。这种情况下，哪怕在场的天才们也根本看不清他们2人的交手了，只能看看热闹，听听动静，那已经是完全超越他们的境界。哪怕龙城与他们也都只能看个热闹，甚至包括楚风。前辈，将你修为借我。楚风对修罗王说道。楚风其实完全可以让修罗王帮他观看战局，可是眼下仙海少羽和黄甫圣羽几乎就代表了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小辈的水平，并且他们都是真材实料。楚风觉得自己来观看这场战斗更好，虽然会浪费一次借用修罗王力量机会，可从中获得的好处对自己日后修武之路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修罗王对于楚风的要求都是言听计从，立刻将修为附加在了楚风身上。当拥有真神修为之后，黄甫圣羽和仙海少羽的战斗则是再度变得清晰。眼下
皇甫圣羽手中已是出现了一把雷霆长枪，那是他自身后黑色木箱中取出的神兵，与皇甫将要的神兵一样，是专门为天级血脉者打造的，并且这皇甫圣羽的神兵更为厉害。而仙海少羽手中则是握着一把长剑，那同样是一件神兵。不只是神兵，二人眼下已是开始使用武技，哪怕是简单的武技，也在二人的运用下发挥着毁天灭地般的力量。也就是那比斗台有结界束缚，否则二人此时交战的威势便会造成极为可怕的破坏。这两位年轻人都不简单，此刻就连修罗王都忍不住开口，因为他也一直借用楚风的双眼观战，也是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两位的厉害。论真实修为，他们二人就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小辈，确实都很强。楚风也是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